Hot Search 1。骑士队本赛季的表现令所有球迷惊叹不已，开季15连胜的傲人成绩，让他们成为全联盟目前最具竞争力的队伍之一。新教头艾特金森是第一位带领新球队就能创造15连胜纪录的教练，他和骑士队的成功让人联想到几年前勇士队开季24连胜的辉煌纪录。然而，其实距离这一历史最佳纪录仍有一段差距。此次比赛，骑士队将面临的是卫冕军塞尔提克的强大挑战。塞尔提克作为去年冠军，拥有丰富的比赛经验和强大的防守阵容，而骑士队则是本赛季的黑马。球队成员在这些比赛中展现了不可小觑的合作精神和战斗力。然而，想要继续追逐勇士队的24连胜纪录，骑士队必须克服许多不可预测的困难。这场对塞尔提克的比赛将成为检验他们成色的关键。此场比赛的结果不仅关乎骑士队能否延续他们的连胜脚步，也成为了全联盟对于骑士实力的最重要的一次考验。如果他们能够击败塞尔提克，那么球迷们或许会开始真正相信这支队伍有能力在本赛季走得更远，甚至挑战过往任何队伍未能达到的高度。但如果他们失败，这是否会影响到球队士气，甚至使得他们无法再次达到如此高的水准？这些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于球队未来的无限思考。Hot Search 2。随着数位科技的快速发展，教育方式也在逐步革新。在2024年台湾教育科技展中，Pagamo 以其独有的游戏化学习模式吸引了大量关注，并荣获最佳互动体验奖。Pagamo 致力于创造一个充满乐趣与挑战的学习环境，让学生能够快乐学，一起学，学得更好。Pagamo 平台的成功可以从其惊人的用户数据中窥见一斑。截至目前，平台注册账号已超过470万，覆盖了台湾17个县市的学校。平台不仅提供语文、数学等基本学科的素养学习，还推出了自然科学素养产品、科学魔法探险记等多样化的内容。然而，这样的游戏化学习是否能真正改变传统教育模式，成为未来的主流？支持者认为，游戏化学习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参与感和学习成效，特别是在素养教育方面，能够使学习变得更加有趣且有意义。相比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，这种模式更能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。但也有部分人对此持保留态度，认为游戏化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得学生的专注力分散，无法全然替代传统的学科教育。如何在游戏化与传统学习之间找到平衡，或许是未来教育科技发展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。未来，随着教育科技的不断进步，像 Pagamo 这样的创新平台可能会成为更多学校的选择。对于学生而言，学习将不再只是单一的课堂经验，而是充满互动和挑战的全新旅程。您认为这样的教育模式能否成为教育的主流，并真正改变孩子们的学习方式？ Hot Search 3。近日，台研绿能前董事长陈启玉涉及的光电弊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这宗案件涉及到庞大的资金和敏感的绿能议题。行政院长卓荣泰公开要求陈启玉尽速到案，敢做敢当。这样的喊话不仅展现了政府打击犯罪的决心，也反映出对于绿能市场的不安。根据报道，陈启玉被指控在光电发展项目中涉入不法，并在无保请回后迅速携巨额资产前往他国隐匿。这引发了社会对于台研绿能案的普遍关注，也使得绿能产业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蒙上阴影。面对这一事件，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，政府将以3大原则来应对绿能蟑螂。首先，不应开发具有争议的土地；其次，过于狭小的土地也不宜进行光电开发；最后，必须保障农渔民的利益，确保公共利益不被牺牲。这3大原则的提出，显示出政府对于光电产业发展的严格要求与坚定立场。绿能产业本应是推动环保、造福人类的重要技术，但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，某些企业和个人却可能为了一己之私，背离绿能发展的初衷。政府的介入
无疑是对于整个光电市场秩序的维护与修复。然而，问题的关键在于，这样的监管措施能否真正遏制类似事件的再发生？未来，光电发展的道路必须在公开、公平的基础上进行，才能真正让绿能技术为社会带来可持续的益处。对于这次陈启约案的处理，社会普遍期待着政府的严格执法，也希望这样的事件能为绿能产业的发展敲响警钟。你认为这样的行动能否改变现有的光电市场格局，并让绿能技术回归其造福人类的初衷？ Hot Search 4 2024年11月20日，阿根廷与秘鲁在世南美预选赛中再度相遇。这场比赛在阿根廷的纪念碑球场上演，被誉为一场南美传奇的碰撞。阿根廷队由梅西领衔，这支老牌强队在本次预选赛中展现了惊人的攻防实力，11场比赛打入20球，仅失7球。然而，秘鲁队的状态却不如人意，8场比赛仅赢下1场，攻击乏力的问题使他们陷入困境。比赛过程中，阿根廷队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再次在主场取胜，最终比分为1-0。尽管秘鲁的防守表现顽强，但最终还是未能抵挡住阿根廷的进攻。本次比赛的结果也反映了南美两支球队目前的状态差距。回顾阿根廷和秘鲁的交锋历史，阿根廷在14次比赛中取得10胜，秘鲁仅获1胜，其余3场为平局。在南美赛区，阿根廷队一直是不可忽视的力量，而秘鲁则更多地扮演着挑战者的角色。本次比赛，秘鲁队虽然努力抵抗，但未能突破阿根廷的防线，这使得他们在世南美预选赛中的处境更加艰难。然而，这场比赛的意义不仅在于比分结果，它反映了南美足球中强弱之间的博弈，以及在面对实力差距时的勇气与挑战精神。秘鲁队的失败也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在竞争激烈的南美赛场，如何才能突破瓶颈，重振雄风？未来，秘鲁能否在这样的失败中找到契机，重新找回昔日的荣光？阿根廷又能否保持稳定，继续在世界足坛上创造辉煌？这些问题，或许只有在未来的比赛中才能找到答案。Hot Search 5 2024年11月，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长谢宜荣因长期职场霸凌的指控，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。根据报道，在过去的2年内，有81名员工因承受不了工作压力而选择离职，甚至更有基层员工选择在办公室轻生。针对这一事件，劳动部花了1周的时间进行调查，但调查报告并未能够平息外界的质疑。劳动部长何佩珊在记者会上对此事表示道歉，但他同时强调的一句话却引起了更大的愤怒：谢宜荣的后台真的很硬。这一言论不仅没有抚平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情绪，反而让人更加怀疑谢宜荣是否在整个过程中得到了特殊保护。行政院长卓荣泰则呼吁，作为首长应该将部属视作家人，尽量避免因位阶差异而造成不必要的压力。然而，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下，是否能够真正做到对每一位基层员工的关怀？在现有的上下级结构中，权力的不平等和压力往往难以避免。卓荣泰的这番话虽然展现了善意，但却在现实中显得无力。这起事件带来的影响，不仅仅是对谢宜荣个人行为的谴责，更引发了对整个体制的反思。劳动部的调查报告回避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，并没有彻底探究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。职场霸凌不应该被容忍，而当涉及到公务部门，问题的处理方式更应该具有透明度和公正性。然而，这些原则无法实现时，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。未来，我们是否应该期待一个更加透明、公正的调查机制？在权利和责任之间，如何保持平衡，真正实现对每一位员工的尊重和关怀？ Hot Search 6近来，一款来自中国街边的霉豆腐在社群平台上爆红，尤其是在 TikTok 上，这类影片吸引了大量网民观看和讨论。霉豆腐的贩卖者在影片中不断加入大量辣椒粉、
将原本覆满霉菌的白色豆腐染成鲜红的颜色，并以此吸引顾客。这股霉豆腐风潮更是延伸至万圣节，有人以此为灵感 cosplay 成霉豆腐老板，进一步推动了这一风潮的扩散。然而，这类霉豆腐并非正规生产，属于典型的三无食品，即无生产标示、无卫生许可和无质量保证。专家警告，这种食品中可能含有致命的毒素，如黄曲毒素等。这些毒素不仅会损害肝脏和肾脏，甚至可能致癌。食安专家强烈建议，千万不要因为社群网络上的网红食品而随意尝试，尤其是来路不明且制作过程不符合卫生标准的产品。这一事件反映出当前社群媒体对于食品潮流的影响，网络上充斥着各种以新奇、刺激为卖点的食品挑战和模仿行为，这些行为可能带来健康风险，甚至会对未来的食品安全带来潜在影响。作为消费者，我们应该保持警觉，不应盲目跟风。对于那些没有清楚来源且存在健康隐患的食品，理应保持警惕，以保护自身健康。未来，我们是否应该更加关注社群网络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，尤其是在食品选择上？如何在食品创新与健康风险之间取得平衡，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。这股霉豆腐风潮再次提醒我们，食品安全不容忽视，任何挑战健康的行为都可能付出沉重代价。 Hot Search 7 57岁的玉女歌手陈明真曾在90年代红遍两岸，以背心、变心的翅膀等经典歌曲赢得众多粉丝的喜爱。她的演艺生涯中，还曾与谢祖武合作出演戏剧《台湾灵异事件》，名声一时无两。然而，这位昔日的玉女偶像近期被曝多次进出医院，健康问题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。据报道，陈明真近期的照片显示她整个人瘦了一圈，双眼受到突出，令人不禁担忧其健康状况。她的经纪人对此回应说，她很好，但这样简单的回答未能平息粉丝的担忧，反而引来更多疑问。很多人不禁想知道，陈明真是否正在面对一些难以言说的健康挑战。回顾她的过去，陈明真曾因情感上的伤痛选择暂时淡出演艺圈，她在东区暴走疗伤的往事也成为了粉丝记忆中的一部分。如今，随着她暴瘦的消息传出，外界不仅关心她的身体健康，也在思索她是否依然在为过往的情感波折所困扰。这一事件引发了我们对于演艺圈的思考。明星面临压力时，他们所承受的情感与身体负担往往被忽视。作为公众人物，他们的生活在聚光灯下无所遁形，却往往失去了普通人应有的隐私和情感修复空间。对于陈明真的健康问题，我们或许应该给予她更多的理解和时间，而不是一味追问她的状况。未来，明星在面对压力时，如何能够保持身心健康，是演艺圈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。对于每一位观众来说，我们或许也应该反思，如何以更理性的态度看待偶像的生活，减少对他们的过度关注和压力，让他们能够更自在地面对自己的生活和挑战。